沃尔特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他的一生颇具传奇，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精英人士，最后却落得了一个惨淡的结局。一位表面平平无奇，实则心肠歹毒的恶魔把他当成了作案目标。为了达成目的，凶手不惜把最亲近的人牵扯其中，甚至还对这位老人做出了难以言喻的事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肯塔基州尤宁市。该市位于肯塔基州中北部，靠近俄亥俄州的边界，人口大约7600人，是波恩县的一座城市。主人公沃尔特于1935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他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亲老沃尔特是一名油漆工，母亲珍妮特是家庭主妇，他还有一个年长6岁的姐姐凯瑟琳。年幼时，沃尔特是一个平平无奇、不善言辞的孩子，家人甚至一度认为他可能存在缺陷，但实际上沃尔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只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愿浪费时间与别人打交道。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性格造就了沃尔特不平凡的一生。高中毕业后，沃尔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球顶尖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他获得了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被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特聘，成为了一名核武器科学家。关于沃尔特在实验室的具体研究方向，由于至今仍属于美国国家机密，我们无法得知。但他曾发表过关于设计反应堆和商用离心机的相关论文，因此可以大致判断，可能主要与提炼核武器的原料有关。沃尔特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了30年，期间他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很大成功。沃尔特共拥有3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是血浆中心广泛使用的血液离心机。这类机器主要用于分离血液成分，例如红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工作原理有点类似于家用洗衣机，分离经过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洗衣机的甩干功能。然而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沃尔特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但他的大部分生活却饱受精神困扰。大约在30岁左右，沃尔特被确诊患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社交焦虑症。从此他的生活被恐惧支配，总认为身边有坏人，不愿与任何人打交道。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连看到一只蚂蚁都会认为那是中情局派来跟踪他的机器。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沃尔特一生都没有组建家庭，也没有正式谈过女朋友。1992年，时年57岁的沃尔特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退休，当时他已经通过退休金和专利收入积攒了大量财富，完全可以尽情享受安逸的后半生。但沃尔特是一个生命不止、折腾不息的人，他的不安分和超高智商不允许他荒废时光。于是沃尔特搬到了肯塔基州尤宁市，把精力放在了研究外太空和寻找外星生命上。至于沃尔特有没有找到外星人，咱们暂且不谈，关键是这项研究相当耗费金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沃尔特将目光投向了股市。对于一般人而言，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对于像沃尔特这样的天才，股市更像是源源不断的提款机。他利用自己的数学天赋开发了一款交易程序，并借此赚取了近200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接下来的10几年里，沃尔特一直专注炒股和研究外太空，闲暇时也会通过社交媒体与网友聊天消遣。他为人十分低调，住着普通的房子，开着普通的汽车，生怕引起别人注意，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尽管沃尔特十分谨慎小心，但还是不幸成为了别人的密谋对象。一次不经意的接触让沃尔特付出了惨重代价，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2009年3月2日上午9点左右，波恩县警方接到了一位叫卡蒂的女士来电。卡蒂是沃尔特的网友，她住在纽约，是为数不多比较了解沃尔特的人。卡蒂向警方报告称，沃尔特在大约2周前就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他对此有些担忧，希望警方前往沃尔特家进行检查。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了沃尔特的住所，但他家的大门紧闭，敲门也无人回应。门外信箱中没有取走的信件表明，沃尔特至少已经离家将近1周了。
由于没有发现可疑迹象，警方无权进入房间，于是他们在留下一张联系便条后，很快离开了沃尔特的住所。3天过后，时间来到了3月5日，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沃尔特的消息，警方再次前往了他的住处。尽管这次仍没有找到沃尔特，但他家的信箱被人打开了，里面原本存放的信件不翼而飞。鉴于这一情况，警方有理由怀疑沃尔特可能面临危险，于是他们立即进入房间进行了检查。警方在沃尔特的工作间发现了几台正在运行的电脑和一些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虽然没有发现犯罪迹象，但正在运行的电脑和没有带走的药物表明沃尔特走得很着急，并且不可能是主动离开。于是他们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走访附近的住户，警方得知沃尔特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从不与周围人打交道，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家中。但最近一段时间，邻居经常看到一辆保洁车停在沃尔特的家门口，还曾见到一位女士进入过沃尔特的住所。虽然邻居提供了相当具体的线索，但警方并没有急于调查，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位独居老人需要保洁服务，而相比于保洁员，他们更加怀疑报警人卡蒂。首先，卡蒂联系警方的时间是在沃尔特失踪2周后，他为什么要拖延这么长时间才报警，需要警方进一步核实。其次，沃尔特和卡蒂并不是普通的网友关系，从两人以往的聊天记录来看，他们似乎曾有过一段恋情。更重要的是，沃尔特每月还会给卡蒂和她的丈夫转账5000美元，这笔钱究竟是什么用途，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立即联系了卡蒂。根据卡蒂的说法，她和沃尔特相识于网络聊天，两人确实存在过恋爱关系，但由于性格不合，他们仅仅相处了1个多月，就从恋人恢复到了最初的朋友关系。这段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即使卡蒂后来嫁给了现任丈夫，两人也没有中断过联系。至于沃尔特为什么每月转账5000美元，又为何推迟了1周才选择报警，卡蒂解释说，她和现任丈夫都已经退休，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沃尔特出于好心主动提供了经济帮助。2月17日，也就是事发的2周前，沃尔特曾到纽约看望过卡蒂夫妇。那次见面，沃尔特向卡蒂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大约在1月份的某天，沃尔特冒着大雪参加了一场科学研讨会，但奇怪的是，当他回家后，发现家门口非常干净，看上去像是有人帮忙清理了积雪。起初，沃尔特并不知道这位好心人的身份，直到2天后，一位女士敲开了沃尔特的家门，那时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位女士帮忙清理了积雪。沃尔特很懂礼貌，见到有人找上门后，很快拿出了几百美元现金表示感谢，但这位女士没有接收，反而强行闯入房间，表示希望成为沃尔特家的保姆。沃尔特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对陌生人非常抵触，所以根本不可能雇佣保姆。于是沃尔特假装自己需要外出，很快将这名女子请出了家中。沃尔特在与卡蒂讲述这一遭遇时，曾强烈表达过对自己安全的担忧。他认为那名女子目的不单纯，可能想伺机盗取他家的财产。不过由于卡蒂知道沃尔特存在精神疾病，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而这次见面后不久，沃尔特就突然失去了联系。一开始卡蒂以为沃尔特可能在忙着搞科研工作，所以也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直到10几天后，他突然想起了沃尔特说过的这段遭遇，那时才意识到可能出现了问题，于是马上向警方报告了这一情况。卡蒂的说法得到了警方的信任，因为她和丈夫最近没有离开过纽约，并且提到的那名女子也与沃尔特邻居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于是他们又将重点放在了最初的那辆保洁汽车上。通过保洁公司的帮助，警方很快找到了汽车驾驶员，一名叫维拉的57岁中年女子。维拉承认她曾去过沃尔特家，也表示拿走了沃尔特信箱中的信件，但强调那只是在例行保洁工作，是沃尔特授意让她这样做的。3月7日，也就是卡蒂报警失踪的5天后，维拉声称她在一所大学附近见过沃尔特，当时两人还有过短暂的交谈。期间沃尔特曾提到过他最近要到城外参加会议，所以维拉并不认为沃尔特失踪了。警方对维拉的说法非常怀疑，因为沃尔特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更不可能向陌生人透露自己未来的去向。考虑到维拉拿走了沃尔特的信件，警方怀疑这里面可能藏有线索，于是他们再次来到了沃尔特家，检查了他家的信箱。
这次警方在信箱里找到了一份来自某投资公司的账单，上面的信息显示沃尔特的账户最近有过大额支出。根据这一线索，警方调取了沃尔特的账户资料，结果他们有了令人不安的发现。沃尔特在2月18日签署了一份代理人合同，指定保洁员维拉负责维护他的投资账户。然而这份合同生效后不久，维拉就清算了沃尔特账户中的资产，并分2次将21万美元转移到了自己名下。很明显，维拉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如果直接找他问话，可能无法得知真相。于是警方找到了维拉的丈夫保罗。因为保罗和维拉年龄相差很大，两人又是半路夫妻，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所以警方认为他们的感情并不牢靠。实际情况也正如警方预料的那样，保罗在得知维拉成为嫌疑人后，很快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警方。根据保罗的说法，维拉是一个赌博成瘾又非常爱慕虚荣的人。在他们结婚的8年里，维拉不仅花光了保罗的全部积蓄，甚至还让他背负了50万美元的债务。由于没有钱偿还房屋贷款，他们即将失去现有的房子。保罗非常后悔当初迎娶了维拉。在发现完对维拉的种种不满后，保罗又向警方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2月22日，也就是沃尔特最后一次出现的5天后，维拉开车去了印第安纳州普里斯县的某个城市。保罗不知道维拉去那里做了什么，但在大半夜接到了维拉发生车祸的电话。当时保罗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气愤，因为维拉驾驶的汽车是他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然而维拉却表示他很快就会有钱购买全新的汽车，让保罗不用担心。保罗很清楚维拉的财务状况，以他当时的情况不可能买得起全新汽车，所以这一点让保罗非常怀疑。保罗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根据现有情况，他们认为沃尔特肯定遇害了，而维拉前往印第安纳州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处理尸体。于是他们立即联系了印第安纳州的执法部门，调查了那晚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几位巡警的描述，那晚维拉在前往波利斯市的途中发生了追尾。当巡警赶到时，肇事车辆已经逃离，只有维拉一个人在场。在对汽车检查后，巡警在车座后面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垃圾箱。由于感到有些不同寻常，巡警便询问了维拉垃圾箱里放的是什么东西。当时维拉解释说，垃圾箱里装的是取暖用的柴火，因为最近天然气价格暴涨，朋友德旺准备改变取暖方式，所以委托他帮忙买了这些柴火。由于维拉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并且垃圾箱也与交通事故没有关系，所以当时巡警并没有进一步检查。大约半小时后，维拉的儿子刘易斯开着一辆货车来到了现场，在把垃圾箱转移到货车之后，这对母子便很快离开了。巡警的描述印证了警方的推测，于是他们立即前往波利斯市，设法找到了维拉的朋友德旺。根据德旺的说法，他与维拉并不算是朋友，只是在赌桌上认识的牌友，没有很深的交情。2月22日晚上，维拉和刘易斯确实来过德旺家，但这对母子的目的不是为了送柴火，而是想借用德旺家的农场焚烧一具宠物狗尸体。当时德旺对这个请求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理解维拉为什么要在他家里做这种事情，但后来维拉拿出了1000美元作为场地使用费，所以德旺也就没有追问。在帮忙把垃圾箱抬到合适的地方后，德旺很快离开了。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德旺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讲述完相关情况后，德旺带着警方来到了维拉和刘易斯用来焚烧尸体的地方。经过仔细筛查，警方在灰烬中发现了残缺的人类遗骸和一副烧焦的金属眼镜。事后经过牙科比对，遗骸确认属于失踪的沃尔特。2009年3月14日，案发2周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维拉和他的儿子刘易斯。面对警方的指控，维拉坚持不认罪，但他的儿子刘易斯因为心理较为脆弱，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刘易斯很快承认参与了犯罪，并表示这一切都是维拉的主意。根据刘易斯的供述以及其他线索，警方重建了事发的整个经过。维拉由于烂赌成性，导致财务状况出现问题，为了改善现有情况，他便产生了犯罪的想法。在准备作案的那段时间，维拉刚好被保洁公司分配到沃尔特家附近工作，于是他就盯上了独居的沃尔特。通过查看沃尔特家门外的信箱，维拉大概了解了沃尔特的财务状况，然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地接近沃尔特。
由于沃尔特常年独自一个人，平时又不爱与周围人打交道，于是维拉针对这一点，故意在雪天过后帮忙打扫了沃尔特家门口的积雪。原本维拉计划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沃尔特的信任，等成为沃尔特家的保姆后再慢慢寻找作案机会。但没想到沃尔特十分谨慎小心，维拉应聘保姆遭到了拒绝。由于没有办法，维拉改变策略，决定绑架沃尔特。2月17日，也就是沃尔特拜访完卡蒂夫妇回家的那天晚上，维拉设法敲开了沃尔特的家门，然后用枪威胁沃尔特来到了自家的地下室。当时维拉的丈夫保罗由于刚刚做了手术，无法下床活动，他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至少警方是这样认为。但刘易斯很不幸，也就是这时被迫成为了维拉的帮凶，因为维拉白天要去工作，他需要有人帮忙照顾沃尔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维拉想尽了各种办法逼问沃尔特的财产情况。最开始沃尔特不愿配合，但后来由于不堪折磨，就把一个相对较少，总计140多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告诉了维拉。根据警方事后的调查，维拉在获得账户信息后，找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作为沃尔特的替身，前往投资机构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当时那位替身老人戴着西洋面罩，全程都没有开口说话，所以很轻松就骗过了投资机构的管理人员。由于维拉一直没有交代罪行，这位替身老人的身份仍然是个谜，警方最后也没有将他缉拿归案。2月22日，也就是维拉成功将第一笔钱转到自己账户的那天，失去价值的沃尔特死在了地下室。作案结束后，维拉将沃尔特分解并装进垃圾箱，然后开车把尸体带到了印第安纳州。由于在半路不慎发生交通事故，维拉没有办法，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刘易斯帮忙。也正是刘易斯参与了这件事情，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9年5月12日，沃尔特遇害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为了避免可能的死刑判决，维拉接受了认罪协议，最终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维拉的儿子刘易斯由于事发时没有报警，并且参与了运送和处理尸体，他被判处多项罪名，获刑30年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